欢迎来到爆笑医学史专栏。从题目你就应该看出来了，好玩就是咱们这个专栏最大的特点。有人会说我自卖自夸了，一提到医学，明明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那些医生不经意就冒出来的专业术语，只有医生能彼此看懂的手写处方，连医学生的本科都要比别人多学1年，想想都觉得艰深枯燥。医学史嘛，会好玩甚至爆笑吗？你还真别不信，虽然医学很专业，但是医学史里全都是有趣的故事呀，毕竟是跟咱们人体息息相关的嘛。不夸张的说，这个专栏就是让咱们聚在一起八卦一下人类如何一边作死一边自救。比如咱们会聊到原始社会人们如何进行开颅手术，为什么有人认为切纸机就是改良版的断头台，古埃及人为什么利用蜂蜜治疗伤口，古罗马人竟然会用蜘蛛网来进行包扎，维京人为什么会在战斗前嚼蘑菇，等等等等。想象一下，假装咱们在篝火边听这些故事，是不是还挺好玩的？当然了，我肯定不是想要撺掇你不干正事，这个专栏不只是好玩，还是有点有用的东西。毕竟咱们都没吃过唐僧肉，都还只是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芸芸众生，听一点医学知识总是有好处的。详细来说呢，我觉得至少有3个。第一个用处，了解医学史可以帮助咱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医学，知道很多疾病和治疗方法的本末由来，咱们也就能做出更正确的应对。给你举个例子吧，大便的时候是用坐便器好呢，还是蹲着好呢？你可能会觉着肯定是坐便器好呀，马桶嘛，听着就比蹲坑要高级，如果不是更先进更有益，人们发明它干嘛呢？但事实上不是那样，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体的结构应该适应环境，而在人类出现到发明坐便器的几百万年时间里，人类一直都是蹲着拉的呀。所以人类直肠、肛门还有大腿周围这些结构啊，就是在蹲便这个姿势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干好排便这项工作。所以请你记住，日常生活中能蹲便，当然尽量选择蹲便。你看，不到1分钟时间，听个史的故事，医学史的故事，你就学到了一个关于健康的好习惯。除了知道一些医学知识，这个专栏还有第2个用处，就是帮助咱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很多你以为板上钉钉的历史真相，学完这个专栏，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视角。听着是不是有点玄乎？来，咱们再看个例子。咱都知道，近代早期，英国曾靠着强大的海军实力，逐渐成就日不落帝国的神话。那英国海军为什么那么强大？仅仅是靠船坚炮利吗？其实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些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军队来说，保障水手士兵的健康跟保证炮船的供应一样重要。但过去水手们一直被坏血病困扰，海上军队根本走不远。直到1747年左右，英国医生林德开展了历史上第1次对照医学实验，发现得坏血病的人吃了橘子和柠檬以后，居然很快就能好起来。于是呢，英国海军解决了水手的健康问题，从此以后在大洋上畅行无阻，并造就了日不落帝国。请注意啊，这可不是孤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过去咱们以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兵败如山倒是内外交困指挥失误，但实际上呢，当时他饱受痔疮困扰，严重影响了他对军队的指挥。过去咱们以为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沉默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但其实也是因为他当时身中流感，心力不支。过去咱们认为印第安文明的消亡是西班牙武力征服的结果，但实际上啊，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才是摧毁整个印第安文明最重要的因素。你看，医学是组成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拼图，如果我们不拿到这块拼图，就没法真实的完整的认识人类文明，那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自然就无法判断哪些是真实有效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咱这专栏还有点用啊？别急，还有一个用处，因为医学的特殊性，医学史还是咱们理解其他领域、掌握跨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线索。为什么敢这么说呢？13世纪，欧洲出现了最早的大学，一般学校里都有4个学院：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很容易看出来，
在这里边只有医学院跟自然科学有关，也就是说，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各个自然学科的出现或多或少都有医学的参与。这样的例子可就多了去啊。植物学的创始人林奈学医的，地质学之父詹姆斯霍顿学医的，统计学的创始人高尔顿学医的，提出了进化论的达尔文学医的，写出了天球运行论的哥白尼学医的，就连发明机关枪的加特林都是学医的，这找谁说理呢？不仅如此，你想想，毕竟是再厉害的人也会面临生老病死，这导致历史上的伟大医生们都广交各路豪杰。所以在每个时代里，只要理清楚那些伟大医生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就能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联系起来。咱们同样举个例子，在19世纪，有一个叫做皮特·帕克的美国医生，在广州建了一家医院，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伯驾。1839年的时候，伯驾给一位清朝的大官治疗疝气，这位疝气症状有所好转的官员在广东虎门做了一件大事。虎门，你猜出来了吧？这个官员就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后来伯驾回到了美国，在华盛顿买了一套房子，离白宫特别近。有一个瘦高的朋友经常到他家里做客。想一下关键词啊，离白宫近，瘦高的，19世纪中叶，猜出来了吧？这就是美国总统林肯。对了，伯驾回到美国以后，他在中国的医院被一个英国人接手了。英国人在这家医院的基础上开办了医学校，后来这家学校有一个毕业生，还算比较出名吧，叫孙中山，这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吧。你看，林则徐、林肯、孙中山这些人物，过去在咱们的脑海里都是孤立的点，谁能想到他们之间相互有关系呢？夸张一点说，一个医生就串起了19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所以啊，当咱们打破学科的壁垒，让不同领域的人物和知识建立联系，你就会发现自己头脑中的知识碎片逐渐变得豁然开朗，而医学史就是能串联起这些跨学科人物和知识的最好线索。谁让人人都离不开生老病死呢？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医学史还真是不学不行了？你可能接着就要问了，为什么是我来讲医学史的？我呀，曾经是一名外科大夫，有多年临床经验，所以哪些医学知识对你的日常生活更有帮助，我门儿清。我也知道啊，在不学医的人看来，医生的很多操作流程都挺奇葩的，但是其实每个奇葩的规定背后都是人类在历史上付出过血淋淋的教训的。我会跟你讲出这些事的本末由来，以后咱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就能更加从容的应对。现在呢，我在大学里教授医学史课程，学生是这么评价我的，说我是打的灯笼都不好找的孙老师。当然，这主要是说我长得黑啊，但是也有一小半觉得是我讲课还行。更重要的是呢，我对医学史啊是真喜欢，也一直在写相关的书籍，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吧。所以呢，如果你对人类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我们感兴趣，如果你好奇人类历史上是如何一边作死一边自救的，如果你希望知道一些小故事可以在饭桌旁边讲给朋友听，如果你正好有个孩子，而且你正好被他的10万个为什么烦得招架不住，如果你就是单纯的好奇，希望自己的生活多一点乐趣，那来吧，加入这个旅程，让我们一边爆笑一边收获。